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很高兴跟大家再见了。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5年3月21日周五下午的5点07分。熟悉我们频道的各位观众也一定知道，加密阿尔法从来都是一个分享零成本的空投项目为主。那么今年呢，随着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相应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策略不再是以零成本的投入，更多的是可以去放眼看一下其他的一些项目，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个币安 Launchpool 上线 NIL， 使用 BNB、FDUSD 和 USDC 即可以对应的质押获得到 NIL。 它其实也不算是质押的一种形式了。首先你要理解一下 Launchpool， 币安 Launchpool 是什么？它是一个新币上市的平台，用户只需要质押指定加密货币 BNB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稳定币，即可以免费赚取新项目的代币。因为你锁仓一段时间之后，随着新币项目的这一个截止你是可以赎回你的代币的，所以它对于你本金的损耗来说的话，风险是比较小的。那很多观众也不知道如何进行参与那这里的话，我们进行手机的镜像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打开我们的币安 Web3 钱包，它并不是我们的这个钱包是我们的交易平台。那在这个方向上呢，进行一下左上角点击一下图标，然后这里有个更多服务，在更多服务当中你会看到这个 Launchpool。 那现在的话就是正在进行中为期的项目时长是3天了，那截止时间是在2天14分我们不需要过多赘述了。在这个方向上呢，你可以使用2种代币。第一种的话，其实我们我自己是不建议的了。USDC 的话相对来说比 BNB 会更加的稳定，因为它的价格不会随着行情的波动波动。反观 BNB 的话，目前价格是在$630一颗我们不排除随着日后行情波动，它可能价格会上涨，也可能会下跌。那以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应该下跌会比较明显了，因为现在的话又是开始跌了。那你手中比如说你当前的话是$630一颗然后购买的，那如果跌的话，你是不是会损耗你自己的本钱？那所以呢，在这一个 Launchpool 的方向上呢，我们优先推荐大家使用到 USDC 来进行到一个锁仓。那这里的话，我因为当前账户是没有金额了，所以我们不给大家演示了。锁仓也很简单，进行 C2C 交易或者闪兑，得到对应的 USDC 就可以。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具体的一个 Launchpool 的参与方式。很多现任观众老爷刚入币圈没多久，在这里我为大家提供了入圈必备工具，使用下方链接即可轻松注册币安、OKX、Bitget、Getch.io 主流交易所。作为新人注册，不仅可以享受到各大交易所带来的新人福利，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永续专属手续费减免折扣，赶紧注册起来，成为币圈的一员。另外，在每一期视频当中，下方链接的话都会体现，你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跟单链接，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为自己带来收益最大化。OK， 我们继续来开展空投分享的环节首先是 Block Joker， 就是我们之前参与那个小丑挖矿的这一个项目。那么它现在又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网页可以进行挖矿。那另外呢，你在这个方向上点击 Start Menu， 不要去点击任何的标签页，你就保持这个页面打开的状态就好了。因为点击任意的标签页，它这里会重新挖了。接下来播报一个重要资讯你一定要认真听有关于你之后能不能领到空投的。那我们之前有参与过黑莓 Network， 它现在有个主网人性证明，一定要去做，不然之前参与测试网的用户都没有任何的资格，很重要很重要。早先跟随我们加密阿尔法视频的观众老爷的话，你一定已经做过了这一个，如果后期跟随的话，那没有办法，今天重新提到了，你也就重新再去做一遍吧。主网人性证明的话，我们其实早先在视频当中不是提到过了吗？第一种情况，也就是我们现在目前遇到的情况，就是测试网做过人性证明的，主网会空投一个 NFT。那查 NFT 也非常简单打开我们这一个网址，连接好自己的钱包，选择黑莓 Network 的主网，请注意一定要选择第4个主网。选择完成之后呢，它这里会显示你已经获得到一个 MEID 的 token， 然后这边的话显示的话已经是注册完成的。我们可以翻译成中文可能英文的话大家看起来不太那个。那这里显示的状态就是我已经注册了。那我们在这个方向要做的就是进行一下核实活跃度的证明。单次的费用是在，它这里有显示费用在 0.001 ETH， 那么单次的损耗是在2U 左右，就2刀了。
那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你之前没有参与过测试网的人性证明的话，那就要先去完成人性证明，大概的话就是4刀了。那么再去完成2次验证，每次2刀，一共总成本是8刀。有关于到你的黑米 Network 就是空投的资格问题啊，我建议大家在人性证明这个方向上，那你8刀也还是要去花的，对不对？56块钱稍微节省一下吧。然后第一次如果进行到一个认证的话，是需要进行人脸识别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用到你的电脑和手机，最好交替使用。另外，在这个方向上值得一提的是，我就一句话来概括了。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还没有认证啊。它这里认证完成扣除的费用到底是我们主网的 ETH 呢，还是黑米 Network 主网的 ETH？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所以你在去做认证验证的时候呢，你最好去看清楚。那如果你没有黑米主网的 ETH 的时候，那我们提供这样一个网站，它是黑米的主网，在这个方向上，你顺便其实也相当于在主网当中做一下交互，你看一下能不能后期博一个空投了。这里连接好自己的钱包，选择一下网络，选择完成之后呢，它会对应的有个跨链桥，然后这边输入具体的一个数额，然后进行到 deposit 就可以了。那当前的话，你这一个主网就是黑米 Network 的主网下面就会有那个对应的代币了。那我刚刚说了，取决于你在这个方向上扣除的是什么费用。那我觉得它应该是建立在这一个黑莓主网下的 ETH。我再啰嗦几句啊，你一定要认真听啊。你是需要完成2次认证的。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持有了这一个 MEID token 的情况下，你需要2次认证。那这2次验证呢，不需要在同一天完成啊，你可以选择2个不同的时间戳了。在这支影片的最后呢，我们来填补一下上期这支影片挖的坑啊。那么有关于 Layer Edge 的。它这边有一个清节点的部署完成之后呢，理论上来说，你获得到的肯定比你网页挂机的数额要多得多。那至于多多少，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啊。那我在这里需要跟你说明，我们其实不用去买 VPS， 也是能够实现在本地部署的。请注意听啊，是本地部署。那今天这个视频的教程，我们将放置在 GitHub 上，因为我 GitHub 想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跑得通。那我们来到对应的 GitHub 的教学板块当中，那这里呢点击一下 code， 然后新建，这边有个加号，创建在这个 GitHub 情况下的一个环境。那我们这边点击一下加号就可以了。那如果这边提示你的 code space 的话满了怎么办啊？你这边点击一下管理你的 code space， 然后这里的话会有你所有的项目参与的信息，然后随机删除几个就可以了。那这里我们说完之后呢，我们来到相对应的这个页面，跟着这个教学步骤来走啊。首先第一步，先去复制一下。刚刚是因为页面停留的时间过久了，所以我重新刷新了一下。然后这里点击一下复制，在这一个终端当中进行一下粘贴。一开始第一次粘贴的话要进行一下允许啊，不然的话后续的话你的粘贴板是复制不进去的。然后这里敲下回车。那么等待它的加载，那第一步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已经下载好当前的这个适配环境。然后第2步，教学起来其实非常简单了。然后再是第3个，之后呢，它会出现这样一个菜单栏，在菜单栏当中的话，我们首先要选择数字1，然后敲下回车。这一步是什么呢？是安装这个环境啊。点击下回车，然后需要等待漫长的安装，至少要花费你5分钟左右的时间，并且在安装的时候呢，它会突然间弹出一个粉色，也不是粉色，对，就这样的一个窗口啊。我们这边的话要敲下回车啊，然后继续等待进行。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它这里还是会卡在这个页面上的啊。要跟你讲一下，那这边这一步做完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来整理一下文档。我们这一步已经完成了。输入1，然后完成环境，中间粉色的那个界面就是我们刚刚敲回车的那个界面。然后这边的话，第4步，安装的过程当中需要导入一个钱包私钥，用于运行节点，可以使用新钱包，并且我们也强烈推荐你使用到新的钱包。至于私钥在哪里呢？很简单，这里随机找到一个钱包，然后点击一下账户详情，这边的话会有你显示私钥，输入对应的密码就可以了。那么不需要给大家展示这么多了，其实。私钥完成之后呢，就进行到一个输入就好了。请注意啊，它这里的话是不应该带 0x 啊，就是开头那2个要去掉。去掉完成之后呢，然后去进行到一个粘贴，然后再敲一下回车。那这里的话就会显示私钥已添加。
就是完成这些步骤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对应的仪表盘了，链接我们 CLI 的节点公钥。那这个公钥在哪里啊？在我们这个环境部署完成之后，最后一行会出现一个66位的字符串，它这里有显示啊，会有一个66位的字符串，然后将这个对应的节点公钥复制进去。那么复制在哪里复制呢？就这里啊，点击一下添加的加号，然后这边的话去那个粘贴一下我们刚刚那个公钥，然后去 link 我们的就其实就是连接我们的钱包了。简单吗？是比较简单的啦。但是你要注意啊，我刚刚说了，我是建立在 GitHub 上的，GitHub 好像跑不太通哎，我刚刚试了一下啊。那我刚刚说的本地部署是完全可以的啊，本地部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你需要用到一个新的电脑进行本地部署。如果有一些观众老爷在这个方向上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欧阳这一篇推文啊。那我今天这支影片的教程内容的话，并没有参考到他的啊，我是用了直接的最初版的原文件。相信各位观众也已经看得到了。不过呢，我们运行的其实步骤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只是它做了一个更加简易的汉化版，多了就仅仅只需要一条命令的复制就可以进行到一个部署环境了。那我稍微复杂一点，我要复制3条命令，那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在这个方向上呢，如果你用自己的电脑在跑的话，那它其实就不需要花钱了，就不需要像其他那些人一样买那个 VPS。然后这边是具体的一个内容啊，相信你按照这个步骤下来的话，一般来说不会出现任何的错误啊，只是它最终我现在已经进行到407了，413的话是最后一步，在最后一步完成之后呢，最后一行应该会出现我们所需要的节点公钥，也就是我们最终要部署在这一个方向上的 pub key。就看 GitHub 能不能出来了。它如果能出得来的话，那大家都用 GitHub 就可以了呀。如果它出不来的话，那老老实实还是要本地部署的。那目前为止啊，我知道的信息来说的话 ，Windows 电脑的话好像不太行诶，只可以支持 macOS 系统进行部署。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如果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问题的话，评论中评论出来，我会一一为大家进行解答。同时，我们在绑定完自己的 pub key 之后了。公钥去锁定好了之后呢，它这里在你的终端会体现一个绑定成功的，你要多留意一下。另外呢，再跟你说一下啊，这个 CIL 节点运行啊，至多了需要10个小时啊，所以要耐心等待一下啊，没有那么快的啊。那么为期应该是只有1周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比较复杂或者是很难跑的情况下呢，那我建议了大家还是网页上去直接跑掉好了，算了。